Hello，欢迎回来凯酱开讲。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是话题新品 Yonex 大厂的年度新拍，这是我们的 NF700 Pro。还记得我们在上一支那个 NF1000Z 的影片最后我有提到说这个感觉 NF 系列的最终走向，我们有提到会不会出这个 NF700 Pro， 今天真的出来了。对，手上这支就是全新的 NF700的，算是第3代。那这次有推出 Pro 的版本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统计过？就是反正如果就我的感觉啦，我的感觉下来，我觉得 NF700的这支球拍，它真的在我们店里面，我觉得应该算是以数量来说卖的最多的一款球拍。为什么呢？首先，因为 NF700这支球拍它出得早，几年累积下来，我觉得它销售量真的是很好。那再来一点就是，它就是乡民俗称的糖水拍，对，就是非常的好上手。那新手或者是入门的球友们，几乎都会觉得没有什么适应的问题。那第3点会不会是因为它很容易坏掉？喂，没有啦，就是比较容易坏掉，就要赶快买新的。没有，但这点我们后面我再来跟大家聊聊看。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一次的外观改动好了。这次呢，我觉得外观是一个大改动，就是以之前的700来说，第一个改动，以往700都有2个颜色，这一次的700 Pro 只有1个颜色。那另外一个颜色呢，会出现在兔耳版本以下。我们等一下这个神秘的蓝色会再带大家来看。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 NF700 Pro 新色的感觉。好，首先第一眼呢，我会被它这个纯黑的底色所吸引到。但是我后来仔细看，我一开始一直以来都以为它是纯黑色，但其实仔细看，我不知道拍不拍出来。我在现场实体拿下来，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带紫色，它不是纯黑哦，它是有一点点带很深很深的紫红色的感觉，对，很像某一代有一个 iPhone 15 Pro， 或者是有一个很深的紫色，我觉得有一点像那个颜色，就实体本人看其实是有一点点带紫的黑色底色。那再来就会被它这个球拍这3点的这个彩色的云彩所吸引。那这个云彩它是不对称的我蛮喜欢的。大部分球拍都是做对称拍框，而且它只做在内圈它外圈是没有的。有没有发现？你看它外圈几乎看不到，就是非常适合那种我想低调，但我又有其实我内心又是喜欢很多彩的人，我觉得很适合这支球拍。它就是低调，但带有很明显的特色，然后在内圈还有这个中感的这个位置点缀上一点点这个彩色的，有点像彩虹，有点像云彩的涂装。那我带大家来看，我觉得看中感这段比较明显。它这一次的这个彩色印刷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它是一个点阵化的雷射转印的感觉，所以它上面呢其实会做到比较细节的像素点。那颜色的变化又可以做到比较渐变，就它比较细节，而且比较顺，它很像一張圖，然後轉印上去的感覺，跟我們到時候放他們以往那種球拍印製的方式，我覺得不太一樣。以 Yonex 來說啦，我覺得是一個新的球拍外觀的烤漆的一個設計方法，我覺得還蠻酷的。那內圈呢，一樣就是各種很美的這個。其实我觉得蛮美的，有点像天空云那种夕阳的天空，对，傍晚的天空，我觉得很特别就我很少看到球拍会有点像放一幅图在这个球拍上面，但它的图又不是那种很大片，它就是一点点一点给你一种点缀的感觉。我觉得这一次的外观是我在 Yonex 的球拍上面没有看过的这种做法。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回来看这支球拍的特色和改动。在看改动之前，我想先带大家来看这次球拍的质感。它写了 Speed、Headline 跟 Midden Flex， 没错，这3个特点就是 NF700 Pro 这支球拍最大的特色。第一个 Speed 就是速度拍，对，它是一个非常全然的速度拍。
那它的速度性呢，首先是做在这个破风的拍框。那破风拍框，我们以往的印象就会是倒斜角式的破风拍框嘛，但 Yonex 700这支不是哦，它不知道有没有发现，通常破风拍框做倒斜角或很细，但这支球拍不一样，它做的特别宽，有没有？这个宽的拍框呢，就让它这支速度拍在稳定性上面有很好的提升。这个宽的拍框为什么新手喜欢？就是它可以减少这种拍框的晃动程度，就是它会非常的稳定，好控球，会让你觉得球我想打哪里就比较容易去哪里的感觉。那它的拍框就是做在让它的拍面做薄之后，它就会让它挥速可以来到很快。那第二点，轻投。没错 ，NF700 Pro 是一支非常的 headline 轻投的球拍，那也是我觉得少数现在 Yonex 你可以找到比较轻投的日制拍。那另外一个特点呢，也是它这一次的规格，也是700一直以来的规格，它是出4U 跟5U 的规格。那日制拍目前事实上我想得到可以买到的5U 的 Yonex 日制拍，应该只剩700 Pro 这支球拍了，其他都是出4U 跟3U 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打比较轻快、敏捷、前网、前中场好抓球，然后很速度型的球拍，想找5U 的话，几乎你在 Yonex 的日制拍里面，目前只有700 Pro 这个款式有出到5U 的规格。那第三点就是它的中感是 medium flexible， 就是它还蛮软弹的。那这也是让它好上手的原因。那第一个就是软弹的中感呢，它会比较好做到这个形变，我们在挥速的时候会比较好借力，那也会比较省力一点点。那如果对于入门或者是初阶的球友，我们力量发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我们挥的时候，这个软的中感会比较容易打出这个往后形变再往前加速度的这个形变量，会让我们觉得球质有帮我们推出去的感觉，也会比较省力。那这是软中感的好处，那也是 NF700 Pro 这个很大的特色。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看这个 NF700 Pro 的新的科技。它这次 Yonex 目前现在新的球拍，它科技都会放在这个中感上面，有没有？在这两段云彩的中间，它夹了一条小小的字，就是这个 Sevo Filter， 它叫做树脂薄膜。它增加了新的树脂薄膜在这支球拍里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原本都想说，会不会是增加它强度，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断的啊？没有，它的主要功能呢是减震用。哇，我觉得 NF700 Pro 这支球拍已经非常的减震嘞，就是我以前在用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它这个后框已经非常的稳定性很高，减震度已经很好了。它又再加上这个树脂薄膜，新的减震材质，可以滤掉这个晃动的波度。在 Yonex 的官网里面，我看它最早是先使用在网球拍的系列上面，那还蛮好奇说，我觉得打杆上面减震度可以做到底多减震，应该会非常的稳定哦。那第二个点呢，就是700终于换上这个鱼嘴角锥了，上一代是没有的哦，现在几乎被列为Yonex 的新球拍标配的。那鱼嘴角锥的功用呢，就是让我们前后摆动的这个力量可以更集中，那左右这个不必要的晃动可以减少，所以也是增加这个球拍的攻击性跟出球的力量。还有一点啊，我之前在看那个预告片的短片的时候呢，它在这个踢头的部分旋转的时候，我会以为说它这边会很尖锐，因为它那个短片看起来非常的尖。那这次实际拿上手看呢，其实我觉得就很像800 Pro 的那个踢头。我觉得原因是因为这个中感700 Pro 变得很细，我不确定是因为烤漆变黑的关系，还是它真的有变细，所以这个踢头它又让它加固有一个往上变粗的感觉。所以这一段呢，在我原本在那个官方的预告里面，我原本以为它会有很尖锐的角度的新设计，那看起来是跟800 Pro 的那个踢头是一样的，那就连接到这个很细的中感，让我们的挥速啊弹性
有很好的发挥。那在这个3通的地方又有很棒的稳定度。综合上面呢，就大概是这一次 NF700 Pro 的新的改动，我来帮大家总结统整一下。第一是有这个全新的外观，五彩斑斓的黑，有一个云彩的感觉。那我觉得烤漆上面有用了新的这个雷射转印的制作的技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第二点呢，就是NF700 Pro 这次换上的是新的鱼嘴角锥，那这个让力量的传导又来的力量更多、更直接，借力更好发力。那第三点呢，就是它加上了这个树脂薄膜来增加它的减震性。第四点呢，就是因为这一次是 NF700 Pro， 所以它出了全系列，终于以往都没有 NF700 Tour 跟 Tour 以下的任何规格，这一次呢，它是全系列推出。如果你是有预算限制，然后或者是你是学生族群，那你想要买中阶派的话，你终于也可以买到 NF700 这个系列了。因为以往的 NF700 是没有推出 Tour 的规格，那这次他们是全系列推出。那这个呢，就是我刚刚前面所说的特殊的这个银蓝色，是只有在 Tour 规格以下才有出的，还蛮特别的。那这个蓝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它整个拍身是银色的，然后呢带上的是这个蓝色的烤漆。也是蛮美的耶，但在 Pro 规格是没有这个颜色的哦，对，所以呢，你拿这个颜色，大家就知道你是拿 Tour 规格的，好不好？那它这次 Tour 就是推出2个颜色，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拿到的这个深的黑彩色，然后跟这个银蓝色，还有 Game 的规格也有。那以下的规格呢，就是台湾制的产地，就不是日本制的，那材料也不会用上动力厂的 M40X 这个既抗震又弹性又好的材质，所以抗震弹性上面、打感上面当然是有一定的落差。那大家就依照自己的预算来做选择。最后呢，我们还是来聊聊，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想到这支球拍的一个老问题啦，就是这支球拍有没有缺点？我相信就是像很多人网络上所说的，前几代的 NF700。大家叫它脆鲨，就是它比较脆弱一点。那为什么会有人说它比较脆弱，比较容易坏，比较容易断框？我觉得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我觉得像我们前面所说，它是卖的最好的一支球拍嘛。以数量来说，我觉得它是非常多的，所以在市场上的基数问题啊。这支球拍卖的很多，那你看到同样事故率，它出现的那个事故的数量也会感觉好像比较多，因为它卖的很好，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店家判赔上面或者是球场上比较常看到有人断的是 NF700 这支球拍，那会不会是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在场上用的人也多，那在店里面卖出去的数量也很多，所以相对发生事故的几率也会比较多，就有点像我们平常在路上，某牌的车子开的很多，那车祸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不是这个牌子的车子比较容易出现？对，一样的道理，就是它基数比较多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拍框，它做宽的框嘛，所以它稳定性很高，但它又想要回速快，所以它就做得很薄，那又想要轻，可以造成它轻头。所以呢，这个其实都是好处，但相对综合起来就比较矛盾。那这个矛盾的点呢，它做的很薄的话，它就会比较容易断。但是综合上面的点，它又很好打，所以它又会卖得很好，然后就会回到第一点，卖得很好，就会出现比较多事故的球拍，然后就会进入一个无限的轮回，就成为一个 NF700 的轮回，好不好？这个轮回我们以后专门做一集影片来跟大家讲解。在看下一段之前，我们先来聊聊，大家知道这个 NF700 有哪一位选手使用它吗？我目前最可以直接想到就是我们台湾的男双羚羊组合的王麒麟，他们一个人用 NF700。一个人用 NF800，他没有使用过这2支球拍。那在李阳的部分，来聊个题外话，大家知道李阳是哪里人吗？答对，李阳就是金门人。那讲到金门，大家都想到什么？高粱酒，对吧？没错，我今天就要来带大家看的是这瓶李阳16年纪念酒，非常厉害。
那首先先跟大家讲为什么是16，大家知道16这个数字在羽球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数字，应该蛮多人知道了。没错，羽毛球呢就是16根羽毛所组成，所以它才会达到一个平衡的飞行轨迹。那这瓶酒呢有满满的跟羽球相关、跟16这个数字相关的细节。首先，大家有看到这个巨无霸超大瓶，这瓶我一开始拿到的时候我也是吓到，它是1.6公升，是创下了金酒最大瓶装的玻璃纪录。我真的也没看过这么大瓶玻璃瓶的高粱酒，非常厉害。它就是要给你这个大瓶霸气的尊贵体验。第二个，大家可以发现它这次的玻璃瓶身很美耶，它是16面的切割面，以及上面其实是16根金羽毛环绕，很有这个羽球的意象在当中。再来，里面的酒当然不简单，它都是选用16年以上的优质老酒作为基底，那让它的口感整体喝起来会更圆润绵顺，而且浓郁醇厚。每一组这个里昂16年纪念酒呢，除了这个专属的礼盒包装之外呢，每一瓶呢，在这个瓶身的背后都会有这个限量编号，我们是01183，以及里面还有附上一张里昂的签名小卡，哇，这张很帅耶！你看它上面写说“球不落地，永不放弃”。那背后呢，有这瓶酒的一些小故事，还有他们的设计理念。除了这个酒之外呢，你还可以获得这2支非常美的水晶郁金香杯，所以你在家就可以跟家人朋友们一起用这个郁金香杯喝啦。看给员工喝好不好？给家人朋友们喝，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的。你觉得这样这瓶酒就够厉害了吗？当然不止。来，关灯。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部分，它居然还有附这个 LED 底座，真的是非常的豪华哎！而且我刚刚忘了说，李阳是金门人，我就觉得这个人他就是命中带金，天生就是要夺金牌的一个概念。那当然，这瓶酒当中里面也是充满了金箔，而且我跟你讲，这个金箔不是在玻璃瓶身哦，它是在酒里面的，所以你是可以喝得到这个金箔的，是不是很尊贵？然后再加上这个 LED 灯座打灯下去，我觉得完全就是变成家中这个金光闪闪的一个展示品。而且你看它这个金箔，我不知道它怎么做到的，它很厉害，它就是会在里面飘动，但不会沉淀得很快，它几乎就是会一直漂浮在这个酒的液体当中，慢慢的欣赏这瓶酒，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疗愈的一件事情。这瓶酒呢，我觉得就是非常推荐给所有喜爱羽球、喜欢里昂，或者是喜欢喝金门高粱的朋友们，我觉得都非常值得收藏起来。目前在 Seven 超商都可以做预购，所以喜欢的朋友呢，就赶快到超商去把它收藏起来吧。那最后还是希望呢，这新一代的 NF700 Pro 这脆弱的问题呢，还是希望可以解决。那这个我觉得只能让时间来看看这次的改善如何。那这次呢 NF700 Pro 它推出的规格呢就是4U 跟5U 的，对，少数有推出5U 的球拍哦。那保棒的话，4U 是来到28磅，那5U 是27磅，没错，就像我刚刚前面所说的，它因为框型的设计关系，所以它保棒比较不会那么高。这球拍定价目前是7500元。来综合劝败一下好了，我觉得这支球拍就是推荐给你，如果真的是新手，我跟你讲，买这支球拍就不会错。对，它就是很好打，然后很好上手，几乎啦，你只要是新手，或者是比如说你想要一支轻松好打的球拍的话，NF700它会这么红，然后卖这么好，不是没有原因的，它就是很好打，综合以上那些特性，就是非常的好上手。然后如果你是打双打，喜欢平抽，速度快一点，然后敏捷一点点的球路的话，你不喜欢拿太重的球拍，你不喜欢打攻击的话，那我觉得这支球拍非常的适合这样的球友的路线。那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打进攻型的球友，那我劝你是离开这支球拍远一点，因为它真的不是那个路线球拍。那目前呢，几乎想要买到 Yonex 的新拍啊，因为他们的数量真的很少。我跟你讲，我讲这么多，其实我们首播的预购也已经卖完了。你想要买到这个 Yonex 的新拍的话，就是上凯将的官网可以做预购，只要有球拍到货，我们就会依照网络上订单顺序这样赶快一直的发给我们的客人们。那
只要是 Yonex， 我觉得也不止 Yonex， 几乎现在新拍补货啊或缺货球拍都没有预计的到货时间。对，因为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厂商他们也都是。虽然是一个月来啦，但每一次来的数量或者是到货的时间都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字，所以比较不好意思。希望大家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这样子。那如果真的觉得等太久，或是改想买其他球拍的话呢，那我们的官网也都是可以随时做取消退款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喜欢这支球拍的话呢，就还是可以上官网做预购。排队。至于 Tour 跟 Game 的版本，在门市现在目前是还买得到的，所以呢，如果想要买 Tour 或 Game 的版本的话，就可以到门市来做，或者是网络下单选购。以上就是这一次开箱这个 NF700 Pro 给大家。啊，这个是话题新品，我们就是赶在上市的第一天，马上拍片给大家，好吗？还是就期待接下来未来有更多新拍的产生。然后如果喜欢的话，请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支持，帮我们点赞，然后订阅我们凯将体育的所有频道。那我们不定期很常会做抽奖啊之类的活动，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大家拜拜，拜拜拜拜。